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1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现在美中贸易战已经进入到了互掐脖子的阶段。原来不是卡脖子吗？现在直接动手，直接掐脖子，照对方的要害在下手。你干我的稀土，我干你的高科技，现在是下狠手。那下一个阶段，中国这儿不服啊，那怎么办呢？那大关税会重来吗？咱们分析一下。另外，下一步的谈判现在跟我们之前预料的差不多，我认为呢将进入到一种表演的模式，也就是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呢都在争取时间，实际上最终这个大脱钩即将上演。那前边我们会说到乌克兰，川普在乌克兰的问题上，现在看有明显的软肋，普京现在也不服啊。那现在川普这边面对着普京，那边面对着习近平，两个他都搞不定，因为他有一个软肋，还非常明显，在人家都看在眼里。那最后说到很多人都关注的留学生，现在网络上传着一个说路透社写的一个什么帖子，说有27000多留学生可能就如何怎样了。经过我的仔细的核查，那个帖子是假的。那27000多人不对吗？不对，真实的情况将近有半数的留学生，如果卢比奥真的照他说的那么干的话，那这半数的留学生都得走人。那现在这帮人的命运都在习近平的手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咱们先说端午节吧。昨天呢，我这儿的端午节，那在美国，包括北美的很多美加的朋友们，大概是今天是端午节，应该差不多一会儿人家就该吃粽子了啊。在这里边呢，其实是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说到当年的战国时期的楚国，是有2个大人物的，一个是屈原，另外一个就是过文昭关的伍子胥，伍元、伍子胥，这2个人都是楚国人。屈原呢是端午节5月初5投江自尽了，伍子胥呢也是在这一天刎颈自杀，最后被人给投进了，抛进了江里。都发生在5月初5。当然呢，这俩人不是同一个时间的人，说的江也不是一条江。屈原那是汨罗江，伍子胥这是钱塘江。但是为什么后来的历代王朝中国人都宣扬屈原，不提伍子胥呢？实际上，伍子胥对当时的整个社会对各方面的影响，他所干的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影响力远超屈原。那为什么没人纪念他呢？俩人同一天死的。后来在吴国，在钱塘江附近，人家也过端午节，也往江里投粽子，也往那儿赛龙舟，也去打捞伍子胥的尸体。其实很多的民俗是很接近的啊。那为什么后来人纪念屈原呢？大概呢，是因为面对着君王的胡作非为、不公，屈原呢就选择了效忠自杀，而这位伍子胥呢选择了逃到国外，跟我们这帮人一样当反贼回去复仇。那后来的这历代君王能选择纪念这么一个人吗？说实在，2个人都是这一天死的，但这个影响力，他们选择了屈原。当然，说到每年过端午都会说到屈原，说到屈原的意义呢，大概有2重意思了。有人呢纪念他的政治角色，你看他忠君爱国而死，听到君王死了，国家破了，那我也不活了，我就给你们殉葬，为这个而死。有人呢纪念他的文化价值，我倒不是因为他忠君爱国，是这个人他的文化太厉害了。比如说他的《离骚》，还有一首《天问》，
那是很了不起的啊！我们在大学里边都朗诵过这首《天问》，这首诗里边可以说囊括了一些对当时的宇宙、自然、人生等等各方面深邃的思考。他那个视野和想象力确实是令人震撼。你别忘了，这可是2、3千年前的一个人，那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很了不起啊！那今天呢，我就要问问朋友们，那大家也一块儿跟着吃粽子纪念屈原。那您到底纪念的是他的那个政治角色，还是这个人的文化价值呢？反正我的观察，大家还是纪念前者为多了。实际上，他的文化价值，我看很多中国人说啊，我们要纪念传统文化，要继承传统文化。实际上，对屈原啊，他那个橘颂可能还稍微知道点儿，但是对他的《离骚》和《天问》，很多人大概真的是不了然。所以说，大家还都沉浸在他忠君爱国、抱着大石头投江而死的那个壮举，还停留在那么一个状态啊。咱们正好也跟着纪念纪念，来吧，咱们说说台湾。这件事儿是有点震撼。海格塞斯，美国的国防部长，到香格里拉上边点了一个大炮仗。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提前有这个预感啊，最后呢就没让国防部长董军前往。那对方说这个董军在下边坐着，你怎么回应啊？最后派的是国防大学的一个代表团去的啊。海格塞斯在这方面呢，可以说发出了一番，严重出乎人预料的一些强硬的表态。很多媒体给这么形容的，就说他在这儿做了一个历史上最强硬的表态。简单说这么几段啊，他讲的中国想在亚洲成为霸权国家，警钟已经非常急迫。他讲中国共产党试图任何企图征服台湾的尝试，都将对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没必要来粉饰太平，中国带来的威胁是真实的，而且是迫在眉睫。我们希望它不会发生，但现在看，它确实有这个可能。他讲，美国的目标是通过与盟友的威慑来防止战争，首先是威慑。但如果威慑失败，如果我作为三军统帅，我就会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已经准备好做好国防部最擅长的事情，那就是果断作战并赢得胜利。战略模糊呢？不是说拜登只说过4个 yes 啊，他可没说人家问你要派兵吗 ？yes。他只是附和，他可没自己亲口说过我们要参与作战并赢得胜利。这是小海说的。历任国防部长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的谨慎，非常的敏感。这是大炮筒子第一次把这话给说的这么直白啊！这真是，这是够凶的啊！这是够凶的。他讲，如果北京企图征服台湾，将招致毁灭性的后果，你自己掂量着。然后他讲，在川普任内，共产党中国不会入侵台湾。大家注意他这个表述，他还秉持了川普第一任期卢比奥他们留下的那个宝贵的财产。他没有说中国，我跟中国没意见，我说的都是共产党，说的是非常清楚的啊。他讲，现在欧洲国家在时间太紧迫，没时间了，都已经开始做了，也就是把军费提高到3%，现在要接近5%。那亚洲的这些关键盟友在面对中国甚至更严峻的威胁时，在国防上花的很少，这是说不过去的。更不用说旁边还有一个朝鲜，所以说这边也得加。海格塞斯讲，外界不应该怀疑美国对本地区盟友的承诺，印太是美国的优先战区，说得很清楚。
然后在这里边呢谴责了之前拜登好像在这方面做的是不够等等的了。当然呢，海格塞斯也讲，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但也不会让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被压制，你也不能欺负人。他声称，中国现在用网络攻击打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在南海、在台海骚扰中华民国，包括其他周围的邻居。说习近平已经命令军队为2027做好进攻台湾的准备，他们每天都在训练和演练，为实战在做准备。他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话很厉害。大家呢可以找找有很多的媒体，因为他这段话一开始呢都是一些视频翻译，比较破碎。现在呢有很多媒体把他的这段话给整理了出来，因为他是念的稿子，这是有备而来。一下把这么一个中美之间这么敏感的一个问题在这儿等于敞开了说，而且是念稿，这个形式，这个背后的意味是不一般的我只是把里边的一些重点给大家说说完了，小海和东盟各国，就东盟10国又单开了一个小会，还是这套话现在中共在这边很猖獗，美国绝对站在你们的背后。他在这边又说了这番话，而说这番话的时候，中国的3艘海警船从5月24号到5月30号这段时间，分别进入了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的专属经济区，给送材料呢那大伙儿一看，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小海在这瞪着眼，跟这10国也强调了这些。那你说完这个，中国外交部立刻就有反应，因为他当时有一点时差了，在深夜。转天都等不了了，连夜就做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向美方已经提出了严正的交涉，警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要玩火。连夜发的这个抗议的声明，这是第一条新闻。第二条，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正在计划扩大对台军售，将超越川普在第1任期的水准。希望加强对中国武力犯台阻吓的力道，也有望减轻川普政府对关于防卫台湾这方面的忧虑，人们都担忧嘛。而且报道讲，美国正在施压台湾的在野党，不要阻挡这个国防的预算。美国官员说，我们正在向台湾的在野党发出强烈的讯息，不要阻挠这件事，这不是台湾的党派问题，而是台湾的生存问题。说的这么高。路透社引述3名台湾知情人士的话说，已经证实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代表团已经在施压台湾的在野党，不要阻挡台湾的国防支出。预计今年稍后会向立法院赖清德他们要紧急提出一个国防特别预算，就买这些东西。要有什么呀？新给的预算里边要有一个高效的系统，导弹、弹药和无人机等等等等。好家伙，从小海在香格里拉放了那一通大炮，然后你看到路透社这个报道，而且这个报道非常的扎实。有美国官员的报道，有台湾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个消息已经都传达了台湾的国民党和民众党，不许阻挡这件事儿，必须让它过。大家注意看了没有？中美螺旋式升级，最近几天已经蔓延到了南海，现在已经到了台海。就像我之前在节目里给大家分析过的一样，中美双方不管是谁，一旦动了这张台湾牌，就说明那边的贸易战已经是无路可走了，必须用其他额外的手段来逼对方就范，也就是在那边的谈判桌已经不可能谈明白了，我只能从别的方面来施压，来逼你在那边就范。现在大家看了吗？这么快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原来以为那不是挺好的吗？双方这不是延迟
90天呀，这才过了多少？连30天还没过呢，这么急吗？一句话，大戏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说那边已经谈不动了，那现在这边就开始上手段。现在呢，川普已经把台湾牌抢在了自己手里。之前给大家讲过啊，原来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求于中国，当时双方攻守是完全是另一个景象。那习近平开始打这张台湾牌，拜登呢只能在周围苦苦的防守，因为不敢惹嘛，一惹那边他要全力支持俄罗斯，那乌克兰不就垮了吗？当时一直是想在那方面取悦习近平，但现在呢这情况攻势逆转，现在川普乌克兰爱咋地咋地，他无所谓，那这张牌习近平就没辙了。现在这张台湾牌也落到了他的手里，形势变了啊。那下边说说韩国2天的提前投票，这已经结束了。现在统计，全国呢有1542万人完成了投票，2天时间，这真是相当多的，投票率达到了34.74%，但是比上届总统选举那个36.93还低2点多个百分点但是也是历史上第2高，说明这次呢人们还是有点群情激愤大家还是很踊跃的。那明后天这就差不多了，快冲线了。那现在咱们说说最后的民调，最后的我看有这么几个差不多吧，都已经是个位数了有9李在明领先9，领先8，领先7，6.3，10.1，5，5.1，基本都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这2天的综合民调的大排行下来，李在明是47.29%大平均，那金文洙呢是38.11%，还剩8点几的差距。那现在那第3的小李呢，他那还拿着9.74%，现在就不知道最后这9.74%会不会民众在最后时刻，因为你第3也赢不了嘛，会不会上演大弃保？现在大家都在等着最后的这个唯一的一点小小的悬念了。那现在李在明呢，明明遥遥领先吧，他现在声望最大最近这几天呢也开始说话。时代杂志给他的这个专访，那最后时代杂志把他的这个回答放到了标题上特别的震撼。那李在明被问到，如果台湾遭到中国的攻击，作为韩国会不会对台湾提供援助呢？这位李小个子的回答是，当外星人即将入侵地球的时候，我会考虑这个问题。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没办法呀，老2老3你不团结，你现在眼看着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你跟美国原来你是亲中反美的呀，你这个党一直是或者是亲中援美说不上反美了。原来文在寅他们不一直是这个态度吗？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呢又开始努力的来表现华盛顿川普跟川普说好听的就说我们还是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他在试图吸引这部分中间选票。那大家还担心这个韩日关系呢？你看尹锡悦和岸田2个人历史性的把两边关系缓和了，那怎么样他讲呢，我们不能沉湎于过去，如果日本继续否认历史，不真诚道歉，那就没说的了。但是呢，如果要是好好的，我们还是能谈所以说呢，他在里边又加了很多的私货，加了很多的条件，所以说日韩关系下一步也不好讲，但他说的还是比较灵活了。所以说大家做好准备吧，韩国这块阵地可能是要丢。说说日本，日本的官房长官林方正在前天宣布，中日2国已经达成共识，中国将开始恢复进口日本的海产品。已经开始了吗？还没有，中国那边又语带保留，在完成了必要手续的情况下，我们立刻就可以开始。但问题是，您把这个必要手续要多长时间把它整明白这就不知道了。但是现在呢，这件事儿应该已经解决了。
说到日本呢，有一个大的争议。今天我看到日本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推特、脸书上都在争议这个事件。原日本首相安倍的夫人安倍昭惠意外地去访问了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得到了普京的接见。这个场面呢，确实是让人感觉到有点惊讶。普京呢，手捧鲜花迎上前来。才说到第2句话的时候，这边的安倍昭惠就已经泪流满面了。后来在中间呢，普京深情的回忆他和安倍他们俩见过27次，深情回忆当中的那些过往的时候，安倍昭惠呢在中间有多次的流泪。那看到这个场面，很多日本人不能接受，你上那儿干嘛去啊？后来安倍昭惠呢自己写了一个贴文他是这么写的：我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普京总统，我确信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这个他是肯定是看到了，但是我不想浪费我丈夫通过27次峰会和普京总统建立起来的信任。我希望与邻国俄罗斯的文化交流能够继续下去，我祈求和平。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因为大家都在骂嘛。首先呢，他给定义了一下，他干嘛去了？这是一次文化交流。但很多日本民众我后来翻译下来，我能看到很多人都在问：难道是现在吗？在入侵的期间吗？如果安倍首相活着，这是我的话如果安倍还活着的话，如果他还是首相的话，那大家您回答我，日本会不会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我相信安倍会的，我相信他会跟岸田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就算他2022年死的嘛，就算是当时普京发动侵略战争，那时候安倍不是首相了，那我想请问安倍现在会不会跑到俄罗斯去见普京，搞什么文化交流呢？也就是问这位太太，如果你先生现在还活着，在野，会自己跑到那儿去和普京搞什么文化交流，叙那27次峰会的旧吗？因为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了，现在是去搞文化交流的时候吗？所以说很多日本人都在愤怒的都在问，你到底在想什么呀？你在做什么呢？竟如此轻易的被普京利用，因为现在知道他是被普京邀请去的嘛，而且还打着安倍的旗号。你要去你就去，你就别打着你丈夫的旗号。应该这种做法，刚才我那2个问题安倍是首相，会不会制裁俄罗斯，反对俄罗斯的这次侵略？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不是首相，我认为他这时候也不可能去嘛。这时候结果你打着你先生的旗号到那儿去这还动不动就泪流满面，你给日本人给国际社会一个什么观感？你对得起先生吗？所以说你对面的是一个入侵乌克兰的国际战争罪犯，手上沾满了乌克兰妇女儿童的鲜血，你就因为普京的几句好话就泪流满面，你能面对乌克兰的人民吗？所以说到这一点，这是不能原谅的一个傻事儿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当然呢，安倍他一直想追随他先生的脚步，去了很多的国家，去美国了，包括去德国包括呢去南非他都去过，但是这个地方能去吗？所以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原谅你比如说呢，对这位遗孀我原来对他一直很有好感，甚至呢他原来在那儿开那个小饭馆的时候，我还想象过，如果我要去东京，他正好还开着那个饭馆，我也买束鲜花到那儿去呢吃个饭。但现在看，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印象，没有了没有了。来吧，咱们说说澳大利亚，这端午节嘛，别老说这生气的有这么一个帖子特别有名，把澳大利亚给弄到了聚光灯下。这帖子是什么呢？大致的意思吧，就说你说是澳大利亚人口呢跟上海市的人口差不太多，
上海呢是不到2600万，澳洲呢是比2600万人多点就差不多大概是2600万人吧。可是就人家这2600万人，他们创造的 GDP 的总量，等于上海加北京加广州。这澳大利亚是怎么做到的？当时我看到这数据，我也很震惊啊！旁边大表哥的事儿，难道好比这仨都多吗？后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确实是很厉害啊！澳大利亚2024年的 GDP 的总量1.7万、1.72、1.71万亿美金，大概呢12万亿人民币多点儿。我大概查了一下，确实。你看，北京2024年4.6万亿人民币，上海4.7，广州3.2，加起来也就是个12点几万亿人民币，差不多就等于是在总和上澳大利亚这2600万人啊，比这个北上广仨加起来都多。你说他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一了。另外呢，它的人均 GDP。它是6万6嘛，6万6千美金嘛，我们新西兰比它略少点，它这6万6千美金比北上广的人均 GDP 仨全加起来还多，你说这厉害不厉害？当然有人说了，说澳大利亚资源丰富嘛，那么大地方，这事儿这道理不能这么讲。那俄罗斯比澳洲那资源大多了，那厉害多了，那也没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来说去呢，咱们也不要说制度了，我认为主要是澳洲这一块文明，人家的水平确实在那儿。同样是2600万人，人家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文明。同样，你说到日本啊，这2天小老师到日本啊做的那期节目，我看也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好评。因为他到那儿去看的不是单一的某一项制度，他看到的是一整块的文明，这一点是太厉害了。说到这儿，台湾、韩国人家做的都是非常棒的，就是眼巴前的这几个国家，什么叫发达国家？是全方位的。所以说这个帖子呢，受到了很多人非常的惊讶。你看人家这2600万人怎么干出这么大一番事业来，比北上广加起来都猛。是的啊，我查了一些数据，是这样的。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的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开始加强对扎波罗热前线的进攻，主要的攻击重点到了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就那红军村、托列茨克、莱曼和诺沃帕夫利夫卡和苏梅的边境地区，在这里边战斗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了。当然还在前期，在俄军发动进攻的这几天内，他们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部和东北部的18个小的村镇，现在统计被占领土的面积已经约200平方公里了。这4、5天吧，他们是有所得的。乌克兰呢正在修建350公里的新的防线来应对俄军的夏季攻势。另外，乌克兰的军情总局也证实，5月30号，他们在乌克兰边境6800公里之遥的海参崴进行了一次超远距离的特别行动，在那儿呢发动了一次攻击。也就是这次行动向俄罗斯发出信号，也就是你处在离乌克兰最远的最东端，我们也同样具有打击的手段，我们也够得到你。这是说的是打仗。下边说说谈判。泽连斯基讲，俄罗斯并没有按照他们所说的提出停火的条件。那不是美国特使凯洛格说我们收到乌克兰的了，那你那个所谓的备忘录呢？你答应川普的呀，你拿过来我们比一比，看看这里边的共同点有多少。后来扎哈罗娃说我们不给你啊，我们不让你调解，那我们直接给基辅。那基辅说了我们也没收到啊。小泽讲，没有任何关于俄罗斯人将携带什么东西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消息，我们没有，土耳其也没有，美国也没有。而且到目前为止来看，这一切好像根本就不会发生。
你自己说的6月2号到伊斯坦布尔去谈，今天都1号了，结果啥也没有啊，什么也没说呀。那到底去还是不去呀？现在俄罗斯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非常狂。下一条新闻呢，这是《卫报》的报道，是德国的财政部长阻止了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的成品，这个爆出来了。他讲呢，这些导弹成本太高，而且训练周期长达6个月，根本来不及。而且呢，他们原来政府定过规矩嘛，也就是德国军人不能跑到乌克兰来操作这些仪器和设备，那变成我们直接参战了嘛。所以说这个政府是有规矩的。而且呢，确实也提到，这也会被俄罗斯视为德国直接参与战争的表现。作为替代方案，德国提出和乌克兰共同生产导弹，我们把原材料给你，你们自己干啊，这里边和我没关系。这跟我们第一时间梅尔茨和小泽他们搞的那个好几十亿欧元的那个协议啊，后来我们当时的分析是一致的。俄罗斯官员确实威胁，如果乌克兰使用了金牛座导弹，那俄罗斯将授权打击德国本土，并瞄准导弹发射点和运送人员，也就是你德国人往这儿运，客机什么的我都打。他确实做出了这个威胁啊，德国在这方面呢是有所规避了。下一条新闻呢，俄罗斯。现在已经得知，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利润大幅下降了58%，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第17轮制裁打击他的影子船队，现在这个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另外呢，欧佩克不听普京的威胁，大幅增产，导致油价下跌。另外呢，俄罗斯的卢布对美元大幅走强。原来都100多兑1美金，现在可能还剩70多兑1美金啊！它的卢布走强。有一个莫斯科时报，这是俄罗斯的一家独立媒体啊，它有一部分人在荷兰啊，当然它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在俄罗斯内部。他呢做了一个透露，做了一个事实核查。俄罗斯国防部前一阵描述说，普京在库尔斯克视察的时候，他的直升飞机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大家回想，我在节目里只字未提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看到乌克兰小将军布达诺夫啊，或者是情报局谈过任何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说当时呢，我对这件事儿是比较警惕的啊，我认为这件事大概是瞎掰的。现在呢，经过这家媒体的事实核查，认为这件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就是克里姆林宫自导自演的一场公关的闹剧，目的就是使俄罗斯人相信普京并没有躲在地堡里，天天躲在他那大宅子里边，而是身先士卒，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指挥作战。所以说是做了这么一个闹剧。而且呢，这家媒体讲，现在连普京是不是到过库尔斯克，现在都存疑啊！你有人说当然是替身去的，现在连这件事有都没有。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是建议啊，当时呢，好，这是分析这个的事儿呢，希望也给朋友们道个歉啊。这件事儿呢，凡是说到俄罗斯这边的东西，不能人家扔什么你就捡什么啊，一定要听到乌克兰这边朋友们的回复，如果人家那儿没说，请你画一个问号。那说到对乌克兰来讲一个大的支持，那就是2位参议员，共和党的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尔。这2位呢，在美国参议院，他不是提了一个大规模的制裁法案吗？现在呢，这个礼拜呢是参议院休假，休息1周，下周又回去重新上班讨论。那在休息的这段时间呢，这2位主要的倡议者就飞到了乌克兰，就到了基辅。小泽呢热情接见。这2位讲呢，美国正在准备一个大规模的新制裁方案，说普京一定会能感受到这里边的厉害。这里边包括彻底扣押3000亿美元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另外呢，利用乌克兰的矿产制造武器。这里边说到稀土，因为最近跟中国这不是搞这个稀土的问题，互相掐脖子呢嘛。现在呢，美国
有人在乌克兰确实在做这个调研，也就是原来老苏联说的他这儿有这有稀土那儿有稀土是真的吗？他们找到了一些稀土的矿产，是有的啊，有可行性的。所以说现在跟乌克兰签的这个矿产协议，对美国可能真的是有大的帮助。有用啊，弄不好真的在这儿搞点稀土回去，他们是有帮助的。这个里边提到了，他说呢，如果中国继续支持普京，我们准备对中国征500%的关税。现在他们已经肯定的讲，我们已经有82个参议员支持这个方案，已经都签字了。他们需要多少？需要80，4/5，现在呢已经到了82人了。他们也讲，参议院下周就开始推这个制裁法案，这里边甚至包括中国啊。我看有专家讲呢，说从川普这2天对中国气愤的程度来看，说川普很有可能支持这个法案。有专家认为啊，说川普你看这2天这说什么呢？也可能就顺势，反正也不是我弄的，是参议院弄的。因为参议院一旦过了4/5是有强制力的，川普想阻拦可能也阻拦不住。你看这事儿不赖我吧？普京你也别骂我啊，习主席你也别骂我啊，这是参议院他们搞的。那问题是川普会支持这么做吗？如果他不支持，那多数党领袖图恩可能真的不把他排期也说不定呢。据 Politico 的报道呢，说川普他们认为将把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放在乌克兰的和平之上，说川普会优先考虑恢复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即便这会延长这场战争。这个文章讲，如果他的目标是和普京达成一个什么协议，那他可能对这次结束冲突的和平，他可能也并不着急。这是 Politico 呢又说，川普可能并不会把这事儿太当回事儿。一个呢是说他同意，一个是会说他不同意，那到底会怎么样呢？在这中间呢，我说一点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川普现在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大家想，您认为他现在最大的大事是什么？是美国经济，这个大家都同意吧？那现在世界的这个乱局，也就是至少要维持在目前的这个局面，只要超过现在这个局面，就会影响美国经济。那这样的事儿他自己不会做，别人谁做他也都会反对。至少要在现在这个乱局的以下，这样才会有利于现在的美国经济嘛。谁也不能破坏了他经济的大局。为什么？因为那样的话，中期选举就会彻底崩盘，这他后2年的执政，后边的所有的设想画的大饼全都完蛋。所以说这一点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一点，大家呢就不要指望他会给乌克兰大杀器，或者严惩俄罗斯。就像格雷厄姆他们一块搞的这个，因为那样就会造成局势升级。只要一升级，股市又完了啊，大家又慌了，整个的经济各方面就会产生激烈的动荡，高度的起伏，那对川普是不利的，他的大局也保不住。所以说现在普京和习近平已经死死抓住了川普的这一点，川普的卖门和软肋就是在打完这场关税战之后脆弱的美国经济。没有这场关税战，美国经济是非常强劲的，没什么短处在别人手里。但你一打完这场关税战，因为给大家加了关税了，货架上的商品涨了价了，美国人吃不吃这一套，现在这都不好说了。美国会不会陷入到1930年那次一样的大衰退，现在很多都不看好。那很有可能翻转最后整个的中期选举，普京和习近平就抓到了你川普不想闹事儿、不想出事儿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像伊朗了，像朝鲜了，像胡塞了，甚至现在包括加沙，也都体会到了川普这一点。
在这些方面，川普你大家注意，都是维稳的思路。同样，对俄罗斯那一块战争，对中国的这块贸易战也是这样。那在处理乌克兰战争、处理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上，最终的结果，我认为也是2个字：维稳。因为你如果逼得普、习二人走投无路的话，那我就跟你拼了。你让我完蛋，让我下不来台，那我就跟你鱼死网破，我跟你同归于尽了。到那时候受不了的就是川普，最后选择后退的也是他。所以说一句话，美国的优势在军事、在经济各个方面，但是川普的软肋在他的政治，在政治上，而他的这些对手们在这方面都没有这个问题。你比如习近平，贸易战我打糊了，又能怎么样？我中国亏大了，又能如何？没有人能挑战他，他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普京也一样，你就是在制裁我，我现在已经有3万项制裁了，我脑袋都是包了。你再怎么治我，我后边有印度有中国还在买我的油，你能拿我怎么地？军火上我有朝鲜帮我，今天是运到了伊朗1.8吨的黄金来交钱。我跟你买了那么多导弹和无人机，我没美元了，我给你黄金。现在两边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反正你要弄，我就给你往上干，只要一往上干，美国经济就完蛋，川普就完。所以说现在川普的软肋现在已经被人家非常清楚地看明白了。在乌克兰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这么有底气呀？干呢！只要贸易战比现在的烈度大，美国的股市又会掉头向下，美国的经济立刻就现原形。沃尔玛呀，包括那些整个的货架上啊，什么耐克啊等等，立刻就给你样瞧。你受得了还是我受得了？你自己掂量着办。这是川普的一个软肋啊，因为你有选举。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以色列也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哈马斯呢沉不住气，他先做了个宣布，他说呢已经和美国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搞了一个停火协议，又搞了一个，现在呢他们把这事儿宣布了，说宣布呢这个是什么呢？根据这项协议，哈马斯将释放10名活着的人质和18具人质的遗体，来换取以色列释放若干巴勒斯坦囚犯。那停火的事儿呢，他倒没怎么说。那停火原来有个60天、90天，那么以色列肯定不同意啊！我好几万大军都进去了，你让我出来，那哪那么容易啊？那这件事儿是真的吗？美国特使维特科夫承认了啊，这件事儿是有。哈马斯讲，这个提议旨在实现永久的停火，全面从加沙撤军，另外确保人道援助这个给我们的人民和家人。哈马斯呢是做了这么一个说法了。以色列媒体呢也讲说，内塔尼亚胡已经通知了被扣押人质的家属，说以色列已经接受了美国特使维特科夫提出的协议。那这个协议我们现在知道的内容仅仅是这些，也就是这还是哈马斯嚷出来的，他沉不住气嘛，他先嚷出来了。那现在以色列和维特科夫都已经确认，那现在就看这里边没涉及到停火这件事儿。咱们一块儿再看。我想这次以色列是决心一下，你把人先给我，我也给你放一部分人，完了该抽你继续抽你。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第一条新闻，德国政府发言人宣布，德国总理梅尔茨下周四，也就是6月5号，将访问华盛顿，和川普进行会谈。主要内容2个，大家猜是哪2个？第一个是关税，第2个就是乌克兰这个呢是主要到那儿去谈。那现在大家又期待又坐到椭圆形办公室了川普坐这儿梅尔茨坐在小泽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那个椅子上，这边又是万斯，那边又是卢比奥这场戏又要上演，咱们看看是不是要突袭梅尔茨，这个不知道了不至于了。因为川普他们家祖先毕竟都是德国人，德国老家来人了，你让人下不来台，我认为不至于了。
下一条新闻呢，川普真的是如了愿了。美国最高法院7-2允许川普剥夺那50万移民的临时合法身份。这是国土安全部交的这个申请，最后批准了。当时拜登呢，给来自古巴、海地、委内瑞拉大概加起来不到54万人吧，有一个临时生活和工作许可。现在这个给废了。那这几天，川普那天发了个帖，无数的飞机就走了。现在是一个大驱逐的时代就上演了。这50多万人他得忙些日子呢。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人在红州，像俄亥俄呀，包括在德州，人家都讲是有点多余了。实际上有很多人是很努力的在工作，你把他都弄走了，我上哪儿找人去呀？再加上有很多人那个身份暧昧不明，都藏起来了，现在不敢去工作了。现在建筑工地弄不好就被人给扑倒在地，就给抓走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华盛顿邮报呢是做了一个报道，卡塔尔那架大飞机可能没戏了。为什么呢？因为卡塔尔这帮呢较上劲了，他坚持要签一个备忘录，非要说明这件事是川普提出的。卡塔尔王室呢，他发了个声明，送给川普的这架叫空中皇宫的飞机，必须在备忘录里边要注明这一条，整个的捐赠项目是川普提出来的，而且这飞机我们是赠送给川普个人的，我们不是给美国空军的。来向外界澄清，我们可没行贿这件事是你跟我要的，可不是我主动给的，我可没向你行贿，后边的所有的事儿我们可不负责。为这件事，川普也感到很恼怒了，很不高兴。那现在就搁在这儿了华尔街邮报华盛顿邮报讲，这飞机可能这事儿呢就吹了。那川普怎么签这个字儿啊？那怎么承认？这没法承认啊。来吧，咱们说说大家都关注的这个留学生事件。路透社有人就在那儿贴了那么一个帖子把路透社的一个标题附在下面，上边就写了这么一段话，说美国将开除所有学习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的中国留学生，将一次性吊销27700名留学生的签证，并陆续开除其他中国的留学生。2026年把中国学生赶出所有的理工科，文科留学生不会被直接吊销，但是要检查你是不是有反美思想。这件事儿呢，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找路透社里边的一个编辑进行了核实，这条消息是假的，没有这条消息。他们类似是有一个接近式的报道，这里边什么27700名学生什么的另外什么这个什么赶走所有的理工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跟大家讲，这个事儿是假的。那整个的情节程度会比这个假的帖子说得更轻吗？错了，会更重。我查到一些数据，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一些数据，在那儿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都主修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的学科。有多少呢？2024年的数据，攻读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占总人数的 23.3%， 将近1/4有 17% 主修工程学科，那就有航天航空了，有这些东西大家注意这两个加起来已经过了 40%。 另外有 12.7% 的学生选择了商科，商业和管理。另外呢，有 12.8% 的学生选择了其他学科。另外还有社会科学的学生有 10.7%， 人体和生命科学有 10%。 这两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入卢比奥的法眼。他说的那4大项包不包括？那我学医学的，这里边是人体和生命科学，那这里边甚至包括像石正丽他们那样的那样的研究领域都包括呀。那这 10% 算的不算的那 40% 里我不知道也就是如果那凡是沾科学边的社会科学稍微勉强，但是我认为人体和生命科学这个应该算。刚才说了多少
40%，再加这10%，多少了？这就50%了。也就是它标明挂号的敏感学科，刚才说的是40，那现在留学生的总数是277398。刚才造假那帖子说了个27700，他给乘了个10%啊。那现在算呢不止40啊，还没算人体和生命科学。你要这么算的话，按照那4项就有超过11万的中国学生将被驱逐。那你要再把那10%加上，那你还再加27000，那就有将近14万的学生会被驱逐，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一半。这还没有包括另一项，也就是卢比奥说这2项，这是敏感学科，前边还一条呢，和中共有联系的。那我那天质问，这什么标准啊？这什么叫和中共有联系啊？您得有个说法啊。结果有一位在美国的学者呢，他列了这么几条啊，我不知道他说这对不对啊？他列了这么几条。第一条，中共官员的子女，对吧？这肯定有联系。第二，美国大学里边都有中国学生会，是由中国使领馆在那儿直接组织的，直接领导的。在校园里边有一些，你比如说在微信圈啊，或者是一些平台上，有一些中国其他留学生怎么样，或这帮学生会的人去攻击这些人，检举、监视等等这些中国留学生，他们是很猛的啊。所以说这帮坏玩意儿啊，有很多都是中共党员啊，他们举着党旗在那儿开会啊，这是一部分人，我认为这个说的对啊。另外呢，中国留学生里边确实有党支部，有党组织。那就更甭说了，这不是有联系，就是共产党啊。第3波、第4波，中国国家选派到专业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那就是专门到美国这执行任务来了啊，这个也有啊，甚至有的公派留学生，这也有，这4类了。第5，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留学生，跑到人家美国那个航空母舰那儿，或者是怎么样，放无人机在那儿拍的，抓的好几波了，都是学生。都是留学生，这个有啊，小粉红。第6，那就是在研究项目上本身就脚踩几只船，和中国的大学各方面合作，盗窃知识产权啊，用这个双方的知识产权啊来在里边获利的这些人，他给列了这6种人。我认为这6种人都符合卢比奥说的那个定义，我认为他说的非常正确啊。那刚才说了。按照那个什么那4项的话，那4个大写字母加起来是4成，如果算上人体和生命科学就是5成，那再加上这帮人呢，我看也得有个5%吧，也就是过了半了，过半啊！整个这一块，那真的都给轰走吗？昨天呢，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又做了一些口气上的缓和。那记者问呢，你们这真都给轰走吗？他讲呢，我想向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保证，他的政府主要打击学术界的行动中，在这场行动中说他们会没事儿的。川普呢后来又说了一遍，说他们会没事儿的，一切都会顺利的解决。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个别学生，这对所有大学都是如此。他跟记者呢是做了这么一些说法了。做了这么一些说法，他做了一些缓和，但说的很虚。那你到底说啥呢？那卢比奥那儿斩钉截铁说的那2大类，那国务院正式发的通告啊，那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呢，这造假的帖子里说了个27000，可是不止，你才说了个10%。我今天查的是官方的数据，严格讲吧，40%到50%，到这么多。当然有些争议了，说那你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到中国留学生就都是这样吧？那倒不是啊，但这里边确实有不少的害群之马，有不少的老少粉红。当然，向往自由世界的人那还是很多的了。《华尔街日报》呢搞了一个统计，说中国留学生读完了以后留美的比例其实是很高的。特别是中国就读科学和工程博士专业的这些毕业生，
在毕业以后留在美国的比例，您猜有多少？就是此时此刻有83%，原来都有90%以上啊，有83%。那其他各国，那还有印度人啊等等，全算上，大家平均留美的比例是73%。中国这些人的比例啊，学这些的、学成的这些人留在美国的比例远高于平均的水平。所以说，你把这帮人都轰走了，这也是你美国的一个损失啊。因为前期教育都是需要政府花钱的，等于呢都在中国，人家中国政府替你把这帮人培养多半成品了，然后到你这儿来，你最后给提高加工一下，等于前边那部分钱你可没花，你美国捡一大便宜，最后这些人都留在了硅谷，留在了美国各行各业，这是美国的一个财富啊。所以说呢，你这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确实是有它的问题了啊，留美的比例是很高的了。不过呢，现在有白宫内部人士现在跟那个国会山透露。跟国会山媒体透露说，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是由卢比奥在主导。那我们就理解了，前一阵儿你说这个什么学生签证啊等等对外关系，卢比奥现在是真有实权，因为他兼着4个差事呢，国安顾问也是他，国务卿也是他，还有那个什么那对外办的那主任，他4个差事啊。我估计是不是拿4份钱，我不知道。现在卢比奥这边卢比奥那边贝森特，那现在一文一武，现在一文一经啊，2个人现在是手握重权。那和川普2个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现在主打下手的就是卢比奥。那卢比奥对中国啥态度啊？各位心里都有数了。反正呢，最后到一定程度，川普给往回说说，差不多得了啊。那因为这。一个是你想这10几万都给轰回去，那这首先学费这各大学就亏不起啊，再加上你说这对美国啊整个的根基确实是有所动摇。说下一条新闻，川普呢突然发了一个帖，在国会审批的最后时刻，马上就通过了，他竟然突然撤回了对那个 NASA 美国航空航天的局长。那个叫杰拉德的任命，突然把他给撤了。这杰拉德是谁呢？是马斯克的铁哥们儿。他要是当了 NASA 局的局长，那给马斯克的合同啊，包括呢，那不是马上要搞那个金色穹顶，他们要搞一个新的星球大战的一个国安计划嘛？那里边那好几千亿都往里边砸呀。NASA 在里边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里边很多的工程单子都给马斯克呀，2人铁哥们儿。应该说这个任命被突然的撤销，在马克尔党里边很多人又感到非常的意外，很多人对这个杰拉德印象还是不错的，当然对马斯克的震撼会更大。卸任才1天，你别告诉我这是巧合，自己力推力荐的关键人选突然被拿下了。而且马上在参议院就会被过了，马上就是举手通过的一个事儿。大家品马斯克未来，你别看啊，把那什么金钥匙都给他了，随时回白宫怎么样，是那么回事吗？这马上就清楚了。说到前2天，那前天吧，这个川普是直播了一个啊，这给马斯克开了一个欢送会啊，把那个给了一个金钥匙。但大家盯着的都是马斯克那黑眼圈了，那个我对这事儿我也不再感兴趣。应该说马斯克这个人呢，通过这2、3个月的大表演，如果从去年大选这小半年的大表演，这个人在我心目中啊，在那个邪恶的那个人群里边还没有回来啊。原来我是非常喜欢这个人的，最后呢，这人有点变成妖了啊，最后呢有点过了。纽约时报呢，是他当时在那个欢送会上直接骂纽约时报，说你当时得了一普利策奖，说川普通俄门，那现在证明没有通俄门，你那普利策奖是不是得还回来呀？跟纽约时报直接叫板，那纽约时报也不惯着他，直接就跟他干，啊，给他曝光了嘛。说整个当时去年10月份、11月份，就他那阵疯狂浮选的那时候。说他的私生活非常的混乱，而且他吸毒越来越严重，
啊，他自己有一个常用的一个什么毒品，另外呢，很多聚会上他疯狂使用摇头丸和那叫什么迷幻蘑菇这些东西。当然呢，有很多朋友把这个在欢送会上马斯克当时的一些表情，在那儿你看他那个脸色，看他当时人的那个状态，确实是很不对，很不好啊，脸色比较苍白，看着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太对劲儿啊，不正常。按说《纽约时报》突然把你这儿给办了，告他呀！你作为世界首富，川普的红人，你干他呀？没有啊！你要是真没有这事儿的话，你可以，你抹黑我啊！你冲我泼粪，我告你《纽约时报》，马斯克是完全有这个实力的。你看他告了吗？他撇清了一个，说的其中的一个那个毒品，我没沾啊，我没有，别的。他也没解释，这人完了啊！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先说一个数据，那贸易战打得怎么样？从4月份开干，4月份的数据出来了，怎么样呢？整个美国商品在4月份的进口额大幅下降了将近20%，创下了历史最大单月降幅。什么叫？1930年，当时胡佛总统加了大关税以后，也没到这个程度。现在单月降幅20%。当然有一个好处，美国的贸易逆差在4月份几乎减半，那确实是平衡了，因为你进的少了嘛，这个确实是有啊。这是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整个的进口比3月份减少了684亿美元，当然商品出口增长了3.4%，这个也是在川普的你得多买我油，多买我气嘛，这个确实是有啊。等于呢，这个贸易逆差一下降了46%，它达到了这个战略目的。但是美国的进口一下掉了19.8%，掉20%，这情况怎么样啊？那美国这极大繁荣，美国这货架上马上就要显形，所以说呢，大概在5月底6月初，这是原来高盛他们的判断啊，大概在6月份吧，因为他们是总结当时上一次和中国那个贸易战，后来反映滞后45天到60天，所以说到6月份的时候应该就普遍出现了啊，那时候的通胀那都是贸易战真实的结果，现在还不是啊，现在还没有开始。好家伙，进口量下降了19.8%，大家注意啊，这只是4月份，咱们再看5月份情况，可能比这更严重啊。这是这个数据了。那下边就说说川普的这个，那你最近干嘛呢？他发了俩帖子。首先呢，说到和中国的这个帖子啊，2周前中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呢，我给他设了一高关税啊，给中国来了个突然断供啊，工厂很多关闭了，出现了轻微的内乱，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结果呢，我迅速和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啊，从这个即将爆发危机的严重局面中给拉了回来，因为我不想看到事情变得太糟。正因为这项交易一切都迅速的稳定了下来，中国也恢复了正常的商业活动，大家都挺高兴，这是好消息。但坏消息是中国没有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这时候上大写，它的字母全是大写，他们完全违反了与我们的协议。然后我这个好好先生到此结束。我当了一个好好先生，结果呢，他用大写，可以说用愤怒的表示，中国完全违反了与我们的协议。这是他发的第一个帖子啊，一会儿我们分析。说了后边呢又加了另外的一个帖子，说我很荣幸的宣布，我们把钢铝的关税从25%提高到50%，6月4号生效。说我们的钢铁和铝行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复苏，对我们优秀的钢铝工人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他发的这2个帖子啊，让美国的股市各方面都一惊一乍的，这就开始了。前面那个咱们先按下不表，先给他快速的补充，这个钢铝产品从25加到50%，这啥意思啊？
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呀？应该是有啊，还是很大的了。因为呢，上次就加了一次了嘛，这次又加25。实际上呢，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钢材还剩0.8%，这就是毛毛雨了。你就是不做了，这0.8不做了，对中国影响大吗？也很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钢铝产品从第一任期的它加的那个特别关税，加上后来中国的钢铝产品是通过加拿大、墨西哥、越南、韩国等国绕道进入到美国的，来规避当时的那个高关税啊，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呢，美国后来收紧了对墨西哥的豁免，包括呢在加拿大啊那边呢也特别提出了一些格外的要求，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那在墨西哥、加拿大那边有点困难了，怎么办呢？中国呢就开始把重点放到了越南。越南前一阵儿，它整个的进口，美国从越南的进口增加了143%。那也没听说越南的钢铁产品啊，它的钢铁制造业有大的增加呀。大部分产品都是从中国转到越南，最后跳到了美国。也就导致美国的进口激增了123%，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现在打这次的钢铝25%到50%，这就肯定没做了。那0.8这是肯定没了。然后中国绕道进入美国的钢铝产品有多少？占中国整个出口的21%。打着你没有？你这回旋镖还是奔你来了。周围的刚才说的这几个国家，因为我都是50%了，你也甭跟我转口了，谁也甭做了，他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谁也甭做，你绕到哪儿去，你有这个呀，50%你也做不了了。所以说现在呢，有没有关系？跟中国这也是有关系，因为你中国的钢产量、铝产量都在全世界产能的1半以上，铝大概在60%以上，钢大概是50几。那怎么着都打你啊！反正这件事儿啊，咱们临时给补充一下。那咱们回到川普发的第一个帖子，说中国完全违反了和我们的协议。那川普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咱们给讲讲这个理。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周六他做了一个表示，说川普说美国方面违反了贸易战休战协议。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不愿意批准关键稀土材料的出口，是因为这件事，是因为稀土。那咱们就查查，当时你日内瓦中美联合声明是有的呀，签了半天，实际上就2条，就签成了2条协议。第一，互降关税，没违反吧？双方都做到了。第二，中国会暂停或取消4月2号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措施。大家注意，是4月2号。当时川普举着大板子，在那时候中国上了一些非关税贸易措施。那咱们就问，在那4月2号以后里边，包括稀土吗？咱们查原始资料。也就是4月2号之后，当时呢，那不是举着大板子对等关税，对中国的小商品也都上了大关税嘛。然后作为回应，中国在2025年4月4号对铧什么那叫什么乙等七类重金属就是稀土了，进行了出口管制，把多家美国企业列入到不可靠实体清单，列入到了黑名单。也就是这稀土是不是4月2号以后的？是，你是4月4号针对那个报复你加的这个非关税措施。那也就是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啊，双方呢这也是都达成协议取消这个，这是原文，这是原文。所以说当时在谈判之后，因为你就说了个非关税措施，都包括什么呀？在谈判之后，格里尔在记者会上就直接讲，包括稀土。你是4月4号给人家加上的，所以说到现在这个理，川普说的对不对？我认为川普说的没毛病。
也就是在5月12号之后，双方签完这个日内瓦之后，美方想拿到稀土出口的许可证，到现在也不给。现在给了，放了28家，是欧盟的。美国现在给了一点点，而且那手续办的贼慢啊，磨蹭蹭，拖拖拉拉，就算是没有，约等于零，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那人说了，那川普说我这都做到了，那你的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咱们公平的讲，是中国违约在先。因为这个后边才采取了各种手段对中方施压，开始呢，比如说美国企业啊向中国出口芯片，这都不行了啊。后来呢，把你设计芯片的整个的软件都给你停了啊，也不卖给中国国产大飞机了啊。另外呢，要大幅度加强对台军售，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了。另外，撤销中国在美留学生的签证啊，这就王八拳了，各种板砖就往你脑袋上扔，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稀土。为什么？卡着脖子了，你掐我的脖子，这事儿可不行，那我就掐你脖子。所以说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咱们看看《华尔街日报》把这件事儿当初是怎么说的啊？咱们给的这件事儿给说明白。据知情人士透露，月初在日内瓦的谈判中，北京方面在关键矿产问题上的让步是达成瑞士协议的关键，这是说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说，美国贸易代表当时向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提出要求，首先就要求恢复稀土出口，作为交换，美国同意暂停加关税90天。然后在进行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中的最后时刻，何立峰同意了这个要求，对吧？这是同意的。协议达成之后，双方就暂停了双方彼此加征的大部分关税，受到了全球投资者和企业的欢迎。然后这个日内瓦之后，北京方面放缓了对稀土和其他用于制造汽车芯片等关键元素出口的许可证批准。然后，美国总统川普和贸易代表指责北京没有履行承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给我，你是兑现了，你都给别人了，你没给美国，所以说这件事是说清楚了啊。那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华尔街日报》讲，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经济大管家何立峰而言，在商务部5月12号发出了一个警告。也就是反对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华为升腾人工智能芯片。当时是美国商务部不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吗？不许使华为的这个芯片。那遵守稀土承诺的意愿开始动摇。北京方面认为，你那个美国商务部当时出的那3条嘛，是美国再次发起了一个新的攻势。那他们向华盛顿表达了不满。当时在韩国那不是有一个 APEC 有一个贸易部长会议嘛，提出了抗议。但美方当时的回应是，我们制裁这个华为的芯片，我们只是重申了以往美国的政策，那还是拜登时候的政策呢。那时候就说你不许卖，那不是我只是重申了一下，所以我那不是新的。你还是要遵守瑞士的承诺，但是这个理由没有能够说服习近平和何立峰，所以说北京方面依然控制了许可证的审批，没有。这是《华尔街日报》把这个故事给讲得非常清楚了，说这些没有公开的内情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这日内瓦协议现在就面临崩溃了。现在美中双方都在试图扩大经济战线，这架越打越大，双方都试图以新的非关税手段来获得贸易战的筹码。那现在美国这边刚才说到了这等等，美国就开始什么都上了。那现在掐住了稀土这个脖子，那美国要不要命啊？快喘不上气了，因为来不及嘛。现在美国的很多公司，特别是汽车制造商，给白宫写了一个联合信，他们抱怨因为中国迟迟没有批准稀土矿物的出口许可证，
导致因为这个稀土是现代汽车多个关键部件的重要原料。现在讲，如果不批，那美国汽车工厂将不得不像疫情期间那样停产。掐住脖子没有？掐住了。你川普给汽车加关税忙了半天，需要汽车都回到美国，对不起了，稀土不给你，汽车就停产了。不光是汽车了，那造飞机的、造什么的全停产，那里边太重要了。这里边稀土会造，我那个清单啊，这哪天我再给您详细说啊，它都影响到了哪儿？今天我看联合早报是有这么一个报道，列的是很清楚的，所以说没这个受不了。那现在呢，川普官员私下也承认，中国呢在协议的关键细节上反悔了，特别是稀土方面。那现在整个的谈判就陷入停滞了。贝森特讲我是没辙了，那就只有川普和习近平亲自打电话才能解决这问题了。我现在在授权的范围内没辙了。那川普呢也对记者讲，我将与习近平通话。这是昨天礼拜五吧，还是在白宫他说了这个，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解决问题。但你解决啥问题啊？人家不跟你通话啊。那现在作为你没有遵守日内瓦协议，川普呢就搞了这么多事儿啊，现在呢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那中方到现在认为，到现在为止这个局面都是你美国的问题。你干嘛非封杀我华为芯片，然后你所有的 AI 芯片都不能给我，然后又打击我的中间产地、西产地都给我断子绝孙，那肯定不成啊。所以说到前两天《求是》杂志突然登了那么一篇东西啊，就是要做最坏的准备，4个底线思维嘛。当时呢就已经跟美国准备，如果你不退，那我也不退，咱俩就这样。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华尔街日报》写的这么一篇东西，我给大家啊，就摘这么一部分，把梗概讲给大家。现在的局面是什么？你掐我的脖子，我也掐你的脖子。这稀土就掐住了美国的脖子，别的他拿不住他，别的美国求你什么呀？顶多是啊，那个东西贵了涨价呗，能怎么地？你的电脑没有了，或者是你的婴儿床没有了，那就美国少买呗，20多个娃娃没戏了，咱买2、3个娃娃不也行吗？美国过苦日子呗，那个不算卡脖子。真正卡脖子的是，我一不给你稀土了，你啥都干不了了，我让你大部分工业，甚至就坐车的、坐飞机的，我让你停，就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你掐我，我也得掐你啊。那咱们现在回顾一下，现在已经打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美国能掐中国脖子的都有哪些内容呢？那首先第一就是科技，现在正在掐脖子呢，那你掐我，我就掐你科技呗。芯片、设计软件啊，这个包括光刻机的出口啊等等，所有这些东西不彻底没有了，这是一啊。那另外就是金融，没到这步呢。2级制裁，你把人家从那个 SWIFT 系统里给踢出去，因为什么呀？你现在用不着这个武器呢，美国有用不着。别的呢，农产品你也拿不住它了，他现在给巴西和阿根廷下大单呢。能源你也拿不住它呀，那他从俄罗斯和伊朗搞一点，你也管不了他。那台湾牌开始了啊，南海这牌都开始打了。那剩下的呢，那就没多大招了，那就只能又回到贸易，那就脱钩呗，那就加关税呗。等于现在美国能够掐中国脖子的有好多你用不着啊，你台湾那个呢只能小打，你也不能大打。你哪天卢比奥突然访问台湾，那说明两边都离打仗不远了，那就真红眼了，也不到那个程度啊，卖军火这个你管不着。所以说呢，美国现在能掐中国脖子的就俩，一个是科技，一个还是贸易，别的呢有点使不上力啊。咱们分析完呢，应该是这样。那问题是，刚才说到科技，美国全球最大的半导体 EDA 公司
新思科技他们已经说接到通知了，暂停对中国的所有销售，这个确实都有了，停止接任何的订单啊，整个对这全打。就刚才说的什么卖软件的，什么搞什么芯片设计的，你就彻底死。然后呢，美国计划扩大对华科技制裁范围，要打击那些被制裁公司的子公司。你老打他总公司，他那些子公司该活着也不成啊！他们连这个整个的清单现在都在往外拉，只要你总公司啊，比如说打你中芯下边哪个子公司你控股超过50%，我连他一块收拾。啊，下个礼拜可能这清单就都出来了。他说的是6月初要拉清单，等于呢这就是打他的科技天花板再往下压。现在这个已经在做了啊，什么大飞机呀什么的那都不给了，那什么赛风的什么发动机都不给了，那都在做，甚至连人都要给你轰走，那就是把你的科技连根拔，这个手段可以了啊。那剩下的那别的。刚才说了啊，打仗啊什么的，那都用不着呢，对吧？金融战2级制裁那也用不着呢，现在就是关税了。那打完科技，那就是打贸易，那就是把你的贸易我给你加关税，咱俩就别做了。这有可能吗？有人讲川普弄不好下礼拜关税3.0就会上演。那3.0是从何说起？我估计第一开始说的是那54%嘛，第二不是2.0就是145嘛，那3.0呢？那再接着整呗，再给他来个大关税，会吗？我对这个倒有点怀疑。大家听听我的道理啊。说到经过了这个4月份，美国的进口减少了20%。那中国的出口呢？数还没出来，我估计也好不了哪儿去。所以说，经过这1个月的较量，双方碰了这么一下，我估计现在双方心里都某种程度上有了底了。从中国这边呢，4月份已经这样了，我的经济数据、出口数据也出来了，好像也没有想象的天塌地陷，影响那么大。他到现在为止呢，他觉得也能扛。你看最后5月初你没辙吗？因为你各大零售商都逼你，最后你还得给我放开吧。习近平反而呢，原来就是知道这事儿啊挺含糊，真打起来，真碰了一下，也没有特别的那么恐怖啊，没那么恐怖。而且现在应该都看出来了，就跟我们事后分析的。日内瓦协议一签，很多中国粉红们说打赢了，川普怂了，川普跪了。在第一时间我是给大家分析了，当然有很多朋友当时第一时间不听我的啊。那到现在看很明显，30%再加上原来第一阶段那20.5%，你还这儿背着50%的关税呢。别再说你第一阶段的20不厉害，刚才说到钢铝，您那都绕道进入美国，为什么？就因为一开始那20%是很凶的。为什么你转产地洗产地啊？为了躲那个是在呢啊。那你加起来50%，后来中方想明白了，还是吃亏呀，还是没法做，就跟我们当时分析的一样，没有可操作性。很多的厂家说白了，整个的利润5%，再加点退税10%几，我有个不到20%空间，你又给加了个30%，根本没法做啊，还是做不了，那怎么办？就想反悔了啊！当然他找那理由啊，你不让我卖华为芯片，那都是瞎掰，你卖给谁？谁买你那个芯片？除了马来西亚，所以说那个都是找茬儿。我认为还是对整个当时何立峰答应的这个条件回来细一算账啊，当时从145降到30，觉着啊这个我们赢了，最后还是吃不下来。所以说呢，最后拿稀土又在这反悔，又开始耍赖啊，又开始掐脖子。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川普再多加多少关税，对习近平的那边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50他都做不下来，好。你给又加20，加70，或者又回到135、145，又能怎么样啊？现在已经没法做了。你再加又能如何？又能把它怎样？
所以说，作为川普那边，他也应该很清楚的了解，你再往上加，习近平也不会搭理你的，他也不会怂的。而且你加上去，压力又回到你这边。为什么上次妥协啊？相当大的程度是因为有各大零售商的压力，大家得囤货，得存货呀。可是你再怎么存货，它也是有限的呀，对不对啊？你现在整个那物价，6月份大家普遍就开始有感了。这时候你再给它上一个大关税，那美国这3季度就没法过了。那你还怎么弄啊？6、7、8这3个月你怎么办呢？所以说，很多人关注，那已经双方都这样了，那他也不谈呢。那你说怎么着啊？那他也怕给你啊，我把稀土给你放了，你疯狂的囤稀土，然后你凑够一个数以后，能有足够的时间等待澳大利亚在马来西亚那儿把更多的稀土开发出来啊，你争取到时间，完了不要我的了，我这怕筹码也没了，你甭跟我来这套。现在呢，所以说呢，我一看川普一动台湾牌，我对他加关税这件事儿，我认为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说下边呢，也就还是目前这个状态，就这么凑合着过。反正在这里边呢，中国是大大的吃着亏呢，等于50啊。他要如果能够认为加关税能够解决问题，他不会动台湾牌的。到现在小海那儿猛打台湾牌到这么一个地步，好要给大军火，甚至已经告诉国民党不许挡啊，挡这个预算我收拾你，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我认为这加关税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分析啊。我不敢笃定啊。我认为如果说100%的话，我认为60%的可能性啊，在近期内加上关税的可能性不大。当然40%是加，我认为60%不加，这是我目前对这事儿的判断啊。来吧，咱们说那下一步怎么着啊？判断一下吧。我认为下一步的谈判将进入到表演模式。那现在跟我们之前的分析啊，咱们都是贯穿的。现在川普和贝森特都已经表态了，对中国的态度表示了愤怒。最容易解决的芬太尼的问题，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那你怎么办？他就没进展，他就不让步嘛，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另外，川普念兹在兹的那个贸易协议，现在眼看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大家读一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边那8条，那里边确实有开放市场的内容。包括不能操作汇率啊，人民币汇率也不能操纵了。另外呢，保护知识产权等等，那里边要开放市场。川普念兹在兹，中国要对我们进行开放，应该是在瑞士那2天里边聊过这个内容，协议里没有啊，应该是聊过这个内容。所以说，川普就把这件事当真了。现在还是我们之前说的，怎么开放？开放你什么？你美国的长处是什么？制造业，制造业是我给你，你的制造业上我这儿来干嘛来？我不要你的东西啊，你一直买我的东西呢。农产品那也不值钱，单价低，能源也是单价低，那能买多少啊？所以说，美国最强的是什么呀？是服务，是服务业，那就厉害了。银行、保险公司啊，什么好莱坞、NBA。另外就是推特、脸书所有的这些网络平台，这些大家伙要进来，那银行不能让人家进来吗？能进吗？货币自由兑换，你能答应吗？他那一答应不彻底崩了吗？金融服务能让美国人在中国做？你现在在中国存完钱，到那说我取5万块钱现金吧，都取不出来。那人谁还敢在你的银行里存钱？不都跑到美国花旗银行、跑这些银行里去了吗？那还得了？不可能的，这要中国命的，这绝对不可能放开的。文化产品，习近平好不容易把英文字母都快给踢出去，都改汉语拼音了。好，您的文化产业大规模回潮，那还得了了？那没法开。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川普前一阵应该说还是有天真的那一面，认为呢有可能谈。我相信川普到现在已经明白了，他已经明白了，不可能开。习近平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给你多买，市场是不可能对你开放。我多买你点东西，这事儿到头了，仅此而已了。然后你稍微给我加点关税，让我还能在你那儿能做生意，我再多买你点东西，这买卖也就充其量到这儿了。那你要把这贸易战打成这样，那川普就算输了嘛。所以说呢，那个谈判肯定是协议是没有了。那现在川普还要跟习近平通电话啊，贝森特也讲后边还是要跟中国官员谈，他们在说什么呢？还不明白吗？经过日内瓦这堂课，贝森特你还不知道对面坐着的那帮人什么东西吗？我认为现在他们进入到一种表演的模式了，还是要谈一次。我必须跟美国人把这件事儿把过程走完。川普那帖子一发，美国人应该明白了，这事儿可不赖我们，是中国不对，对吧？我们都做了，很多人到今天也不能理解，中国你为什么不能对美国开放市场呢？咱们为什么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彼此互相这个张开怀抱来做生意交朋友呢？那川普必须把这个过程走完，让美国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事儿可别赖我，不是我欺负中国，大家别骂我。我们一直被中国欺负，我们是贸易保卫战，这件事儿必须要把它演明白了。所以说，川普一定要跟他再谈一次，谈完了一次不行，我仁至义尽，我已经想尽了办法了。那时候大脱钩上演，那美国人就要扛这件事儿了。那下一步物价上涨或者是怎么样，我尽了最大努力了，我都演给你们看了。这事情的实质就这样，对方他不讲理，那时候就不能说我无能，不能赖我。那美国的我相信民族主义情绪也会上涨，干他，跪了我们认了，抵制中货，那玩意儿都有可能出现啊。就像加拿大头一阵干美国人一样，那你把川普只要把这个表演模式从头到尾的，我尽了我最大努力，我这该怎么地了，他那儿还这样，那咱们就干他。所以说，我认为现在要进入这种模式。那你说习近平呢，也进入了表演模式。首先，我那协议不可能给你，我不可能给你开放，那就无果嘛，无果而终。这个前途这个道是看得很明白了，没有结果，那怎么办呢？我也要跟你表演，表演什么？我半步不退，是你们欺负人。芬太尼的事儿绝对不能退，这一退，那我这怂了吗？我哪个我都不退，我跟你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我知道我贸易我谈也是完，不谈也是完，但是我现在在政治上我要得分，我扛你川普这3年，再往后你也就3年嘛，我把你熬下去，我甚至只扛1年半，只要到明年的中期选举你一跛脚，到那时候你还这么横，所以说我就忍了。我也知道你跟我加关税也没用，因为你是在给自己加关税嘛，你在给老百姓加关税嘛，你所以说你爱加不加我也不管。那你要说现在这么做出口会下降，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又不愿意跟你签协议，我又不愿意给你打开市场，我就这样。所以说双方呢就是处在这么一种这么一种对峙的状态，就以眼下这么一个模式，谁也不让，谁也不谈。川普是跟美国老百姓说清楚了，这事儿不赖我，而且习近平也跟自己的老百姓说清楚了，现在受罪全是他的事儿。你看我民族英雄，所以说马上双方就会做到一种姿态性的一种表演的模式，一种状态。所以说下边这谈判，我现在我也不指着这件事儿啊，我认为这个没什么希望。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啊。说到中国呢，有朋友给我转了一个朋友的，他写了什么5条信息，我体会了一下，他认为他都同意啊，我呢，我掂量掂量也有他的道理了
咱们把这个5条信息给大家说说啊。第一条信息，习近平有12分的稳啊，非常稳。这跟我那天那个节目里边说到对中国政局的基本判断，这个我也基本同意。第二呢是绝不会打台湾这件事儿呢，我给他一个时间。那你说绝不，那你这话说的没有状语哈，你就是没有时间。我认为在2025年绝不会打台湾啊，这话可以这么说。那明后年可能这就不一定了啊。说到习近平稳，也说的是2025年，明年那就不知道了啊，明年不知道。他讲呢，皇位继承人已经内定，我就算我认为这还行吧。然后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团体反对派，我非常同意。第5条，中美关税战，说回来了，习近平不会退让。我指的退让呢，你比如说一些小的方面会有所退让，但刚才说的那张贸易协议，就是回到2019年的那个贸易协议，不可能。就连那个当时习近平他们都答应过签过字的，刘鹤在椭圆形办公室都和川普答应过的那件事儿，咱们能不能捡起来？这个都不行。所以说在这件事上，我认为就不退让，别的可能会有一点小的让步，但这件事上那个协议没有啊。这我也同意他说的这5点啊，我基本都同意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迪亚狗说，国米端午节吃了5个蛋，法国的青训搞得好，新秀层出不穷。我认为这还不能说法国了，主要就这恩里克啊，这原来老巴萨的这个踢法，他呢到了这个巴黎以后，他把原来巴萨就原来瓜迪奥拉的那个踢法，里杰卡尔德的那套踢法呢，那个确实好看，但那个太慢了啊，看着那足球确实是太郁闷了啊。所以说那个你现在这个瓜迪奥拉也试图把曼城提速，结果就出现了很多失误，老被人打反击，因为他整体压得比较高。今年的成绩呢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在巴黎，恩里克在那儿把这件事儿解决的是非常好，传的又好，然后又狠又刁又快。他等于是把原来的传切，把原来的技术和速度和力量、凶狠这些东西结合到了一起，大大的提速了。所以说这个呢，我这个跟小老师托尼啊，原来我就讲，这支巴黎是未来的2、3年内世界足球发展的方向。我认为瓜迪奥拉在新的曼城的新一年的训练里边也会往提速、往身体接触、往这方面来发展。所以说这支队现在恩里克走的这个取代了瓜迪奥拉，变成了一种新的流行。这个打5个，你像这种队，就原来曼城切别人也一样，只要对不上茬，一场球踢你7个8个，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不在一个降维打击，这不在一个层面啊。所以说这个和国米踢的不是一个时代的足球，就差这么多。Key 还以为欧冠决赛2队会势均力敌，没想到国米直接躺平，就还是这么讲啊，2个确实不在一个层面。为民也是一种境界，谢谢您的支持啊！墨尔本 Farmer 说，小海的发言很正常，威慑如果都含糊，那战略误判就是很危险的。话又说回来，川普退缩的信誉实在是经不起琢磨啊！现在呢，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儿啊，这就是美国最终的决策啊！我还是认为呢，啪啪啪在打这张台湾牌啊，这是一种战略威胁，这是一种技术手段。包括你要把路透社说的那个给大军援的这2件事结合起来，他们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贸易战已经走不通了，那下边想通过这件事来催那边2边看看有什么动作啊。这个是不是完全怎么样？我倒不是认为马上对台湾就有什么大的动作。那哪天卢比奥要真去了，哪天万斯要去了，就热闹了。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说完全赞同大康对中国政局的分析。最后补充一点，只要一尊还有气息，3权是一定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我认为他还是有一个坎儿了，就像我那天节目里讲的，2027那21大了，
那请问你连任的法理，你连任的情理何在？如果那时候打了台湾，而且那时候把祖国统一让他给完成了，那就干到死了嘛。如果那时候根本没有台湾这一战，他根本没敢打，那请问到21大的时候，他只能硬干。那利用他手里的这帮马仔，他就硬当，也没人挡得住他，他还会连任。但下一个2027以后那5年，那老百姓包括党内，那会变得更加的混乱。凭什么呀？凭什么你就这样就干到死啊？所以说呢，你连个说法都没有，那个才是他的一个大的考验。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外很多的专家，大家呢都把2027放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是那句话啊，这是地利，还有天时呢。那边有川普，有可能最后谈交易啊，后边还有一个普京作为强援。如果把这俩2028以后下去了，那川普一下去，习近平再也没有这个时间窗口了。所以说呢，说到这个啊，对21大在那之前，习近平稳如狗，你一点脾气也没有啊，就盼着老天爷哪天开眼。咱们今年年底，咱们再说推背图给他算算，明年是不是老天爷要收他？反而现在别人拿他是没招。如果老天爷要收他，坐飞机哪天一个雷劈，最后就把飞机打折了，也有可能。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